你是否曾想過，為什麼中國被譽為物產豐富的國度？中國的土地如何支撐着龐大的帝國，讓人們無需依賴外國進口？這些物產背後又隱藏着哪些深層次的文化與經濟秘密？從廣袤的土地到多樣的氣候，這片古老的土地究竟藏匿了多少鮮為人知的資源和奇珍異寶？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今天讀到的是第3章，中華帝國的富饒及其物產。在這個章節中，我們和利瑪竇一起了解中國從糧食、蔬菜到絲綢、陶瓷、金屬等各類資源的富饒。這個章節的描述很像是利瑪竇在直播，具有很強的畫面感和西方觀察視角。想聽更多的內容，可以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讀完這本書之後，我還會就解讀中國文化這個專題去分享更多相關的書籍。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在個體精神層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躍遷到現代文明的狀態。讓我們開始吧。第3章，中華帝國的富饒及其物產。由於這個國家東西以及南北都有廣大的領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斷言，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在單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可以發現有這麼多品種的動植物。中國氣候條件的幅度很大，可以生長種類繁多的蔬菜，有些最易於生長於熱帶國度，有些則生長在北極區，還有的卻生長在溫帶。中國人自己在他們的地理書籍中為我們詳細敘述了各省的富饒及其物產種類，全面討論這些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一般地可以正確無誤地說，所有這些作者都說得很對。凡是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東西，無論是衣服和食物，或者甚至是奇巧與奢侈，在這個王國的境內都有豐富的出產，無需由外國進口。我甚至願意大膽說，實際上凡在歐洲生長的一切都照樣可以在中國找到。否則的話，所缺的東西也有大量其他為歐洲人聞所未聞的各種各樣的產品來代替。先說一說中國的土地供給它的人民以各種糧食，大麥、小米、冬小麥和諸如此類的糧食。作為中國人食譜主要食品的大米產量遠比歐洲富裕得多。蔬菜特別是豆類等，不僅用來作為人類食物，而且還作為牲口的飼料，生長的種類無限繁多。中國的這類莊稼1年2收，並有時1年3收。這不僅因為土地肥沃、氣候溫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於人民勤勞的緣故。除橄欖和杏仁外，歐洲所有已知的主要水果在中國也都生長。順便可以說到，中國的無花果樹是我們神父引進中國的，但結果卻不如歐洲的原品種。此外，中國有很多歐洲人從來沒見過的水果，它們全都生長在廣東省和中國的南部。當地人把這些水果稱作荔枝和龍眼，味道大都十分鮮美。印度椰子樹和其他熱带水果在這裡也有。還有一種水果叫做中國無花果，很甜很好吃。這種特殊的水果只有製成乾果後才能吃，因此葡萄牙人也叫它無花果。但它與真正的無花果毫无共同之處，因為它很像大波斯蘋果，只不過它是紅色的，沒有軟絨毛和果核。這裡我們還發現了橘子和其他柑橘類水果，以及各種刺叢上生長的水果，種類繁多，並具有比別的國家同類水果更好的香味。食用蔬菜的種類和質量與栽培植物的種植情況也差不多。所有這些中國人使用的數量都要比歐洲人的通常數量多得多。事實上，老百姓中有很多人是終生完全素食的，或者因為他們貧窮而不得不如此，或者因為某種宗教原因而接受這種生活習慣。花草之豐盛確實令人不能再有什麼奢求了。中國人有很多種花是我們從來不知道的，它深深打動人們的美感，並顯示出造物者慷慨的恩賜。中國人似乎對於花的形狀和顏色要比香味更為喜歡。在他們開始與歐洲人貿易往來之前，他們實際上並不知道從花草裡提取香精的技術。在南方4省，我們發現有印度人稱為檳榔葉的那種華麗的草，他們叫做檳榔的樹也很普遍。
印度人很喜歡把檳榔樹的葉子和石灰攪拌後放在嘴裡經常咀嚼，他們說咀嚼時所產生的熱對身體有好處。中國人有幾種東西可以代替我們食用和點燈用的橄欖油，其中主要的一種是從芝麻籽裡榨取的帶香味的油。芝麻到處都大量生長，他们的酒不如我們歐洲的產品，雖然他們認為情形相反。葡萄酒不大常見，即使有，質量也不是很好，因此他們不是用葡萄釀酒，而是用大米或別的糧食種子發酵來釀酒。這就說明為什麼到處都在大量用糧食。這種米酒很合他們的口味，而且也確實不難吃，雖然不像我們歐洲的酒那樣產生熱烘烘的感覺。普通人最常吃的肉是豬肉，但別的肉也很多，牛肉、羔羊和綿羊肉也不少，可以看到母雞、鴨子和鵝到處成群。但是儘管有這麼豐富的肉食供應，馬、騾、驢和狗的肉也和別的肉一樣受歡迎。這些馬屬或狗屬的肉在各處市場上都有出售。在有些地區，牛和小羚羊因為某種迷信或農業上的需要而被禁止屠宰。野味，特別是鹿、野兔和其他小動物的肉也很常見，並售價便宜。馬和其他駝獸在個頭或樣子方面都比不上歐洲的，但在數量、價錢便宜和負載能力方面卻勝過我們的。在遇不到水流的地區，就用它們來搬運東西。這個國家到處河渠縱橫，以致走水路幾乎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去，因此到處都有大量各種各樣的船隻在航行，數量多到難以置信。船隻確實非常之多，以致我們今天有一位作者毫不猶豫地斷言，生活在水上的人和陸地上的居民一樣多。這話聽起來有點誇大，但它只不過是表明了這一真理，即如果一個人在這裡旅行只走水路的話，那麼看來情形就像是這樣了。據我看，如果不比擔心誇張而說得更近於實際的話，那麼說這個國家的船隻比世界上其餘的全部加在一起還要多。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只限於計算在淡水行駛的船隻，至於他們出海的船隻，數目卻很少，並且無論在數量或結構上都無法與我們的相比。讓我們現在再回到談他們的馬匹。中國人不大懂得飼養和練馬，他們馬所使用的都是閹割過的，因此很安靜，脾氣很好。他們有無數乘用的馬匹，都退化的矮小，並缺乏勇武精神，甚至韃靼人的駿馬叫一聲就能使他們潰散，因此打起仗來實際上是無用的。此外，馬蹄不打掌並且很纖弱是很常見的，所以這些馬不耐在硬地或山道上走較長的路。中國東部和東南的海裡確實是魚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寬闊的可以稱作小海，裡面也出產大量的魚類。池塘在這裡和在歐洲一樣普遍，每天都有人為自己食用或向外出售而打魚。魚是如此之多，漁人只要下鈎就不會釣不到。王國的森林裡沒有獅子，但虎、熊、狼和狐狸大量存在。在北京飼養着很多大象，為的是給朝廷儀仗增添壯觀，但大象是進口的，在這個王國境內任何別的地方都找不到。中國人不認識亞麻布，老百姓用棉花織布做衣服穿。棉籽傳入這個國家只是40年前的事，因為土地肥沃，生長得很好，以至於中國可以生長的棉花足夠供應全世界。繅絲業規模如此之大，很容易與歐洲產品競爭。雖然歐洲的絲或許質量要好一些，他們也用絲摻以棉絨，紡織成一種大馬士革式的料子，並且他們模仿歐洲產品，現在又織出一種全絲的料子。他們的其他紡織品在歐洲找到一個現成的市場，他們產品所要的價錢大約是我們在西方所付同類產品的1/3或1/4。他們用大麻纖維和其他植物制作一種粗布，供夏天穿用。中國人只喝牛奶，而不用山羊奶做奶酪或作為飲料。
他們剪羊毛，但在使用羊毛方面趕不上歐洲人熟練，並且雖然他們很看重進口的毛紡織品，他們卻不懂怎樣把羊毛織成料子做衣服穿。他們的確織成一種很輕的夏天用的毛料，貧窮的階層很樂意用它們來做毯子，製成氈毯當墊褥用。這種氈毯還用於社交禮儀，下面就將談到。毛料在中國北部更為需要，那裡幾乎和歐洲北部一樣寒冷刺骨。雖然事實上中國北疆離極地更遠得多。的確，至今還不大清楚為什麼華北的江湖在冬天會結那麼厚的冰，除非是因為他們離達積雪的山很近，在這些山的險坡上，當地人獵取狐狸皮和寒帶鼬鼠皮做成長袍，抵禦嚴寒的冰霜。所有已知的金屬毫無例外都可以在中國找到，除了黄铜和普通的铜合金之外，中國人還制作一種仿銀的金屬，但並不比黃銅價錢更貴。他們用融化的鐵可以塑造比我們更多的物品，比如大鍋、壺、钟、鑼、钵、栅欄門、熔爐、武器、農具和很多別的東西。手藝和我們的金屬工藝差不多。黃金被認為是一種貴金屬，但他們不像我們把它估價的那樣高。銀被用作貨幣，無論是論重量或做成銀幣，都是一切商業來往中的法幣。這當然會造成困難，例如銀價的浮動，就必須在兌換銀票時加以考慮，而且易於造假。造假是常見的事，在很多地方，買賣較小時就使用一種小銅錢，它是官办的造幣廠裡鑄造出來的。在很富的人當中，银元宝甚至金元寶都在使用，但比在歐洲用的少。在这裡和在別的地方一樣，大量金銀是用來制作婦女的頭飾和裝飾的。中國人常用的餐具是陶器，我不大明白為什麼西方稱它瓷器。無論從材料本身，或是從它又薄又脆的結構來說，歐洲陶器沒有任何類似的東西。最細的瓷器是用江西所產粘土制成，人們用船不僅把它們運到中國各地，而且還運到歐洲最遙遠的角落。在那裡，他們受到那些欣賞宴席上的風雅以及誇耀豪華的人所珍愛。這種瓷器還可以耐受热食的熱度而不破裂，而尤其令人驚異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銅絲縫起來，就是盛湯水也不會漏。這裡的人民也學會了吹制薄利的工藝，但他們的手藝遠遜於我們在本國所看到的。在這裡加一句，剛剛的這些描述怎麼感覺像是立馬都在直播，很有直播的畫面感。好，繼續回到這本書。普通的住房是用木頭建造的，供皇帝使用的則用磚砌牆，雖然屋頂仍是木質的，用木柱來支撐。由此以及我們前面談過的船隻非常之多這一情況推想，人們可以很容易明白，木材數量有那麼多，森林面積有那麼大，在森林裡實際上可以找到歐洲所知道的任何一種樹木。橡木不大常見，但中國人有一種木頭要遠比橡木耐用，這是一種很硬而不會朽爛的木頭，顏色很像鐵，因而葡萄牙人稱之為鐵木。杉木很普遍，它被中國人當作是憂傷之樹，被用來制作棺材。他們的墳墓備受尊敬，以致只要能花得起這筆錢，中國人就是花上千多金锭來營建這樣一個墓地，也在所不惜。這裡生長一種普通的蘆葦類植物，葡萄牙人稱之為竹，形狀像圓柱體，其堅硬如鐵。它長成以後，用雙手也難以握過來。雖然竹是空心的，而且像是一節一節接起来的，但它的茎节和結合處卻很有勁兒，所以常常被用作小房子的支柱。細點的竹竿可以做很好的武器、矛。竹有各式各樣的不同用途，如果一一列舉，就只會使讀者厭煩。竹子只生長在南方各省，但在這裡它們生長得如此繁茂，足以供應全國所需。或許沒有別的木材能得到這樣廣泛應用的。木頭、蘆葦和稻草等等，
用於燒爐火，還用一種和比利時的利奧迪恩斯主教區採掘出來的煤相似的東西，他們叫它煤。在我們用煤的地方，他們都用它，燒起來並不發生帶臭味的煙。老天對北方人更寬厚一些，北方的這種煤礦很多，質量也好。人們把煤從地下採掘出來後，廣泛運往全國各地，價錢很低。這表明煤很充足，即使最窮的人也可以用它做飯和燒洗澡水。中國的藥草豐富，而在別處則只有進口才行。大黃和麝香最初是穆斯林人從西方帶進來的，在傳遍到整個亞洲以後，又以幾乎難以置信的利潤出口到歐洲。在這裡買一磅大黃只要1角錢，而在歐洲卻要花6-7倍之多的金塊。在這裡還可以找到別人叫做聖木的那種能治多種病的著名藥材。這種藥材葡萄牙人叫做中國木，它不用栽種，也生在荒地上，只要花點採集它所必須的人工錢就能買到，但都以高價出口。鹽在海邊省份極為豐饒，在有些內地湖泊也可以得到，湖水很容易結晶成鹽。事實上到處都可以找到大量的鹽，它有各種廣泛的用途，很多人被僱傭用來從事生產和運輸鹽。用鹽得到的稅收乃是皇家國庫的一個來源。中國人用糖比蜂蜜更普遍的多，儘管在這個國家糖和蜂蜜都很充裕。除了從蜂箱取蠟外，他們還有一種更好的蠟，更透明，不那麼黏，燒起來火焰更亮。這種蠟是從養在一種專用樹上的小蠕蟲得到的。他們還另有第3種蠟，是用某種樹的果實制成的，也和第2種蠟一樣透明，但火焰的照明能力卻差得多。紙的使用在中國要比別的地方更為普遍，制造方法也更多樣化，但這裡生產的最好的紙也遠不如我們自己的許多產品。它不能在正反兩面都印刷或書寫，所以我們的一張紙就抵他們的2張。此外，它很容易撕壞，不能耐久。有時他們把紙制成正方形，邊長1步或2步。他們用棉纖維制成的紙可以和西方所能有的最好的紙一樣白。在這裡加一句，即使到2025年的今天依然如此。同類的產品，國外的品質是中國產品品質的好幾倍。雖然他們叫同樣的名字，但你用起來感覺就像是2類東西一樣。比如同樣是運動鞋，穿中國國產品牌的運動鞋，好多都是穿久了腳底會很痛，但穿耐克的運動鞋，尤其是那個跑步系列，你在外面運動一個下午和整個晚上，回來腳底沒有任何疼的感覺。同樣的還有食品標準，供應中国大陸的食品裡面的添加劑就會很可怕，而供應香港或供應國外的食品品質就會好很多。這裡面的深層原因應該就是文化內核不同。好，繼續回到這本書。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不得不略去討論很多東西，例如各色大理石、青銅製品、寶石、真玉、各種顏料、香木、瀝青和無數代表文明和文化的東西。然而，有2-3樣東西是歐洲人所完全不知道的，我必須簡略地加以說明。第一，有一種灌木，它的葉子可以煎成中國人、日本人和他們的鄰人叫做茶的那種著名飲料。中國人飲用它的時期不會很久，因為在他們的古代書中並沒有表示這種特殊飲料的古字，而他們的書寫符號都是很古老的。的確，也可能同樣的植物會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發現。在這裡，他們在春天採集這種葉子，放在陰涼處陰乾，然後他們用葉子調製飲料，供吃飯時飲用或朋友來訪時待客。在這種場合，只要賓主在一起談着話，主人就要不停地獻茶。這種飲料是要立即飲用，並且總是趁熱喝。它的味道不是很好，略帶苦澀，但經常飲用也被認為是有益於健康的。這種灌木葉子分為不同等級，品質最好的
要賣1個或2個甚至3個金锭1磅。在日本，最好的可賣到10個或12個金锭1磅。日本人用這種葉子調製飲料的方式與中國人略有不同，他們把葉子研磨成粉末，然後放2-3湯匙的粉末到一壺滾開的水中，喝這樣沖出來的飲料。中國人則把乾葉子放入一壺滾水，當葉子裡的精華被泡出以後，就把葉子濾掉，喝剩下的水。另一種值得詳細記述的東西是一種特殊的樹脂，是從某種樹幹起出來的，它的外觀和奶一樣，但粘度和膠度差不多。中國人用這種東西制備一種山打紙或顏料，他們稱之為漆。在這裡解釋一下，就是油漆的漆。它通常用於建造房屋和船只，以及制作家具時塗染木頭。塗上這種塗料的木頭可以有深淺不同的顏色，光澤如鏡，華彩耀眼，並且摸上去非常光滑。這種塗料還能耐久，長時間不磨損。應用這種塗料很容易仿造任何木器，顏色或紋理都很像。正是這種塗料使得中國和日本的房屋外觀富麗動人。中國人的習慣是進餐時餐桌上不鋪台布，這種習慣促成了使用這種塗料的風尚。如果桌子失去光澤或者被殘飯弄髒，只要用水洗過，然後用布擦乾，馬上就可以恢復光澤。因為這層薄薄的堅硬的塗料足以防止污漬長久附着。出口這種特殊樹脂產品很可能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事業，但至今好像還沒有人想到這種可能性。除了上述這種特殊的樹脂外，另有一種是從別的樹的果實得到的，和前者很相似，用途也大致相同，但這第二种不像第一种那麼細潤，但它的優點是數量更多得多。在這裡，我們也發現有很多種芳香類貨物，有本地產的，也有进口的。肉桂和鮮薑是這個國家的土產，數量極多，尤其盛產生薑，質量可以和世界任何地方的相媲美。胡椒、堅果、蘆薈等這類物品是由近處的摩鹿加島或鄰國進口的，但越來越不受歡迎。隨着進口增多，價格也在下跌。最後，我们应该谈谈硝石，這種東西相當多，很廣泛地用於制備黑色火藥。因為中國人並不精於使用槍炮，很少用於戰場，然而硝石卻大量用來制造煙火，供群眾性娛樂或在節日燃放。中國人非常喜歡這類表演，他們把它當作他們一切慶祝活動的主要節目。他們制作煙火的技術實在出色，幾乎沒有一樣東西他們不能用煙火巧妙地加以模仿。他們擅長再現戰爭場面，以及制作轉動的火球、火樹、水果等等。在煙火上面，他們似乎花多少錢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時曾看到為了慶祝元月而舉行的煙火會，這是他們的盛大節日。在這一場合，我估計他們消耗的火藥足夠維持一場相當規模的戰爭達數年之久。好，今天的讀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3章中華帝國的富饒及其物產，期待在下一次的讀書分享中與你再相逢。